6月15日晚，云南省景洪市普汶镇农场9队的一户村民家中，闯入了一只大家伙。它头部窄长，眼睛好似人眼一般眨动，有着一对圆鼻孔，满身黑色的细鳞，背上的黑鳞间长着不少黄色斑纹，四肢粗壮，生有五爪，看起来尖锐又锋利，尾巴基本占了身体总长的一半，长有黑黄相间的环纹。当有人靠近，它便用力甩动那条长尾，做出恐吓的姿态，显得攻击性十足。村民认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五爪金龙。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森林公安接到报警电话后，迅速赶往现场。面对五爪金龙，小心翼翼地拿出捕蛇工具，将其成功抓获。后经查阅资料，发现村民还真没说错，这种生物学名叫做圆鼻巨蜥，因为身上的黄色斑纹，俗名五爪金龙，也有人叫它大四脚蛇、泽巨蜥、水巨蜥等。圆鼻巨蜥被认为是地球上体型第2大的蜥蜴类动物，仅次于大名鼎鼎的科莫多巨蜥。圆鼻巨蜥一般体长1到2米，体重可达20到30千克。在云南景洪发现的这只看起来更像幼崽。其实，在2014年，中贵马港的南方医科大学也出现过一只成年圆鼻巨蜥。消防人员赶到时，发现它大约有2米长。当消防人员靠近的时候，它就像蛇一样不停地吐着舌头，做出威胁的姿态。消防人员不敢靠近，于是找了附近村民家借来渔网。4名消防队员拉开渔网，缓缓靠近，瞅准时机抛出渔网，4人一齐扑上去，手脚并用，才将这只巨蜥捕获。在泰国的伦坡尼公园中，也生活着一群圆鼻巨蜥。有一只成年圆鼻巨蜥闯入一家便利店里，在顾客们的惊吓中爬到货架上，几乎能碰到天花板。有些游客走在公园里，也会被突然冲出的圆鼻巨蜥吓一跳，形容它好像是一只鳄鱼突然从草丛里冲出来，吓得连腿都软了。作为我国1级保护动物，被叫做五爪金龙的圆鼻巨蜥适应力非但不弱，反而极为强大，即使在火山爆发以后，也能很快重新建立生物种群。圆鼻巨蜥虽然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喜欢待在水源旁边，这里的水源没有太多的要求，无论是河流、湖泊一类的淡水环境，还是沿河海口的咸水环境，圆鼻巨蜥都能适应。不仅如此，它还是游泳高手，它的圆鼻孔可大幅提高自身的空气吸入量，吸一口气就能潜水10几分钟。这项绝技也让它能轻松捕食水中的鱼儿和躲避猎食者。幼年巨蜥主要捕食如蝗虫、甲虫、蚂蚁等昆虫，而成年的圆鼻巨蜥主要捕食鱼类、蛙类、体型比较小的兽类、鸟类等。即使没有新鲜食物，腐肉也不是不能吃，广泛的食谱让它们很少饿肚子。如果这些还不能说明圆鼻巨蜥的适应力有多强，那么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100多年前，卡拉卡托岛上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是整座岛屿的生物灭绝。巨大的声响传到了2000千米外的澳大利亚，引起的海啸波及日本。火山灰直到10年后才完全落下，而圆鼻巨蜥成为这次生物灭绝后第一种重新在岛上建立种群的大型脊椎动物。圆鼻巨蜥性情凶残，追击、扑咬、偷袭是它们惯用的捕食伎俩。如果不能一击致命，圆鼻巨蜥也不会松口，而是猛烈甩动头部，或在地上不断撕扯猎物的血肉，用蛮力将猎物撕碎。曾有人拍摄到圆鼻巨蜥捕食网纹蟒的画面，圆鼻巨蜥咬住了网纹蟒的躯体上，不肯松口，网纹蟒也不甘示弱，紧紧缠绕在圆鼻巨蜥的头部，想要绞杀圆鼻巨蜥。但圆鼻巨蜥毫不在乎，仅仅是几次甩动，网纹蟒就被硬生生折断了脊椎，无力反抗，最后成了圆鼻巨蜥的盘中餐。事实上，圆鼻巨蜥还有同类相食的习性，在有成年巨蜥的地区，小巨蜥的数量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而它的尾巴也是进攻的利器。在与猎物搏斗的过程中，圆鼻巨蜥也会把身体抬起，出其不意地甩出那长而有力的尾巴，仿佛钢鞭一般抽打猎物，使其惊慌失措或狼狈逃窜，甚至有猎物会直接丧生于巨蜥的尾下。圆鼻巨蜥寿命很长，有资料显示，圆鼻巨蜥最长能活到150岁，而科莫多巨蜥寿命大约是60年。小型蜥蜴的寿命就更短了，如飞蜥、岛蜥之类只能活3-4年。圆鼻巨蜥的寿命在蜥蜴类里算是头一号了。除去悠长的寿命，它们的生殖能力也很强。
当它们体长达到1米时，就可以达到性成熟，而此时它们的体重一般不到1公斤。成年雌性巨蜥1年中可以多次产卵，每年可产近40枚卵。拥有强大适应力，能在火山爆发后建立新种群的圆鼻巨蜥，怎么会在我国混成了1级保护动物呢？事实上，圆鼻巨蜥一点也没愧对它的适应力，在泰国已经泛滥成灾。在泰国曼谷的伦比尼公园，圆鼻巨蜥的数量甚至一度超过400只，常常惊吓游客。当地政府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捕捉一部分圆鼻巨蜥，以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都能看见圆鼻巨蜥的身影，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分布区域最广的巨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上被评价为无危动物，可偏偏在中国它稀少到需要保护的程度。根据调查，圆鼻巨蜥是一种主要栖息于热带的生物。在中国，这种巨蜥只分布在云南南部、广东、广西、海南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19世纪，西方博物学家斯温侯曾前往海南岛考察，他于1870年发表的考察报告中首次记载了中国巨蜥的存在，并提到当时巨蜥在海南随处可见。然而，近20年以来，这些巨蜥仅在少数自然保护区和其周边分布，野生圆鼻巨蜥更是难得一见。问及原因，当地居民往往回答一句：“被抓得太厉害了。”就像鳄鱼遭受的命运一般，圆鼻巨蜥的鳞甲也为它招来了杀身之祸。不少犯罪分子捕杀圆鼻巨蜥，就是为了使用巨蜥皮制作皮革商品，以谋取暴利。除此以外，圆鼻巨蜥还被当作观赏动物或宠物，被活体出售到许多地区。而且，许多人认为圆鼻巨蜥味道鲜美，又具有药用价值。即使被列入国家1级保护动物，也仍然有人铤而走险。捕猎者不管幼体或成体，一概捕捉食用，对巨蜥种群造成了极大破坏。当然，巨蜥可并不是真的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美味食材。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活体圆鼻巨蜥的硬皮感染率高达97%，内寄生虫感染率100%。可以说，食用圆鼻巨蜥几乎100%会导致寄生虫感染。而那些所谓的野味餐厅里，各种厨具极高概率会因宰杀患寄生虫病的动物而导致交叉感染，即使不食用野味，也一样容易中招。景洪市出现野生圆鼻巨蜥，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和动物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但为了我们的健康安全着想，还是尽可能避免接触圆鼻巨蜥，更不要食用或使用巨蜥皮革制品。愿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在我国的热带雨林中看见五爪金龙的野性之美。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